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这段产戏好真实，赵丽颖不愧是有过生产经验的，产房里这一段不喊不叫，太真实了。产房里不允许孕妇大哭大叫，不是怕吵，是因为大叫会消耗产妇的体力，此时产妇所有的力气必须要用在生产上。助产士会要求产妇使劲，那时候哪里还顾得上叫唤，必须吭哧吭哧玩命的使劲，因为孩子在产道里时间长了却出不来，会大脑缺氧。为了孩子不要因为缺氧变成脑瘫，也要配合医生全力以赴。所以产房里其实挺安静的。幸福到万家里这段生产戏安安静静不喊不叫，只看到赵丽颖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掉，真实，点赞。赵丽颖和刘亦菲长得美还没偶像包袱，演农村妇女各有千秋。神仙姐姐刘亦菲的长相一直被大家赞为美貌天花板。其实长得好看的演员，如果肯扮丑或者去掉美颜特效，去演不符合气质的下人或者农村角色，反而更会让观众看到多元化的自己。刘亦菲和赵丽颖都演过农村妇女，却从来没有因为太漂亮而被网友批评出戏。赵丽颖出道以来，演了不少成功的剧，《杉杉来了》、《楚乔传》、《花千骨》等等，都让观众记忆犹新。这次在《幸福到万家》中，赵丽颖首次饰演农村媳妇，也算是她的转型之作。而且在目前剧集播出后的效果来看，赵丽颖在剧中的演技，观众颇为认可。除了赵丽颖以外，同样的大美女的刘亦菲，也曾在电影《烽火芳菲》中饰演过农村媳妇英子。虽然都饰演农村媳妇，赵丽颖、刘亦菲的角色对比差异还是很明显的。赵丽颖演的农村媳妇年代更接近现代。一开始观众还觉得赵丽颖的颜值太高，她演农村媳妇会不会让人出戏？不过这也说明了赵丽颖接戏的眼光很好，和幸福在剧中的人设不错，做事较真认死理，做事干脆利索不唯唯诺诺，这样的人设很符合新时代农村媳妇的特质。而剧中的赵丽颖演戏很注意细节，将角色诠释得很到位。一开始在剧中和幸福结婚时的妆发就非常接地，身穿一身略显土气的结婚礼服，再加上满脸的廉价化妆品，一下子就让观众捕捉到了十几年前农村人身上的乡土气息。在之后就是和幸福的肢体与语言，剧中的和幸福走路带风，摘菜干活亲自上阵，盘腿坐在沙发上，说话的语调更是有些土味。可以说赵丽颖的表现与当时和幸福的农村媳妇人设非常贴合。其实就是赵丽颖的演技非常值得推敲，眼神中就很有戏，将一个实在又不失魅力的农村妇女展现出来了。观众能从赵丽颖的眼中看到内容。幸福到万家对赵丽颖而言是一个其他女明星不敢的尝试，自己出身于农村，本来演了很多深入人心的偶像剧，完全可以摆脱农村身份，可这次赵丽颖却愿意回归农村，去饰演农村媳妇，这也让观众看到了赵丽颖角色的多元化。赵丽颖饰演的农村媳妇接地气，而刘亦菲演农村寡妇英子太洋气。烽火芳菲是一部文艺片，其实很多观众都没看过，也就是在良辰美景之际和当时的海报和烽火芳菲撞脸了，白知道的这部剧。电影中刘亦菲饰演的英子是一个农村寡妇，丈夫不幸战死，留下女儿和她。英子靠着养蚕纺丝养活女儿及公婆，直到她救了一位美国而来的上尉，才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这部电影在当时票房并不高，口碑也一般，也许是剧情过于文艺，又是农村片，所以观众不买账。其次就是《烽火芳菲》中刘亦菲饰演的农村寡妇，让观众看来太过洋气，就连英子养蚕纺丝时的动作，观众都会觉得十分优雅，拍摄手法也过于高级。英子倒在血泊时的镜头，观众看起来有种震撼的破碎美。当然，观众有点考虑的多了，
作为一部文艺片，角色的人设肯定不会过于庸俗。问题不是出在刘亦菲身上，而在于英子的人设。作为一位军官的妻子，即使身在农村，身穿布衣，也不一定的是土里土气的。赵丽颖、刘亦菲两人年龄相仿，颜值不分伯仲，演技不分伯仲，饰演的角色是否能引起观众共鸣，主要还是看他们对角色的把握。演技对于他们两人来说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每个演员都会有出圈的角色，敢于扮演对自身条件不相符的角色已经就是勇敢了。赵丽颖和刘亦菲饰演的农村妇女各有千秋，各有所长。幸福到万家开播冲收视率第一，赵丽颖有多土气，演技就有多好。最近力压梦话录，靠现实题材冲上收视率第一的幸福到万家，大家看了吗？开播第一天，这部剧就凭借着真实连上5个热搜，气得观众差点砸手机。赵丽颖饰演的幸福，刚嫁到万家村就闹得鸡飞狗跳，但没人觉得她是在胡闹，反而心疼这个好姑娘。论演技来说，赵丽颖还是第一次饰演这么接地气的角色，但她却用素颜加高超演技征服观众。据官方的数据，幸福到万家到目前为止已经拿下3个第一：收视第一、豆瓣热门电视剧第一、网络热播第一。在豆瓣中，热评已经超过9000条，全是称赞之词，剧情很吸引人，一上来就聚焦婚闹陋习。赵丽颖完全改观，台词功底进步了不止一点点，人物的塑造不扁平化，每个人都有血有肉。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其实并不幸福，但她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幸福。就像赵丽颖对角色的理解一样，何幸福很辛苦，但她还是努力坚毅地活着，然后带给大家希望。阔别多年，赵丽颖的演技更上一层楼，她不再是曾经的古偶女神，已经蜕变成实力派演员。很多中年女星都面临着转型的困境，但赵丽颖却大胆地迈出这一步，跳出古偶的舒适圈，走的另一个巅峰。01入圈跑龙套，10余年才成主演。1987年，在河北的一个小农村里，赵丽颖出生了。母亲看到她热乎乎的脸蛋，忍不住捏一下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赵丽颖越长越精致，像个洋娃娃一样。就连母亲也感叹，颖儿长得太可爱了。在18岁以前，赵丽颖的生活都是围绕着生存打转的。她需要一份工作，去改变自己穷苦的生活。中专毕业的她根本找不到高薪的工作，只能去做一个小文员。这时候的她还不知梦想为何物。为了多赚些钱，赵丽颖自己申请调职到销售部门。没多久，她在网络上看到一则选秀的消息，原来是国内3大导演联手招聘演员。赵丽颖想了想，自己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，不如去外面闯一闯，说不定她有一天能够一夜爆红，发大财。可惜的是，梦想是美好的，现实是骨感的。去了现场，上千人的竞选让赵丽颖心中拔凉。她不知道自己该上台展示什么。最后，顶着落选压力上台的赵丽颖唱了一首自己拿手的歌。真诚的表演并未打动任何一个导演，但在她准备离开时，赵丽颖却被冯小刚留下出演一则广告片。虽然不适合出演电影，但只要能够入圈，就意味着有发展。就这样，赵丽颖和华谊兄弟签约。赵丽颖满心欢喜地入圈，以为自己会被公司力捧，却不知她这样一个没颜值、没后台、没身份的小透明，谁会在意她？公司对她没有任何的安排，偶尔到个大剧组里做个临时演员。句号。那段时间，赵丽颖真的是很拼命的干，为了一个不到5分钟的出镜角色，可以熬夜加班，每天休息不到5个小时。然而，无论赵丽颖多努力，她都没有受到公司的关注。渐渐地，赵丽颖也知道
自己和科班演员之间差距太大，于是他开始沉淀自己，每次出演小角色时，就站在一旁，静静地看老戏骨演戏。一直到2009年，赵丽颖才有幸出演《锁清秋》，在其中，她出演女主身边的一个丫鬟，镜头终于多一点。让人意外的是，多年后，她和男主冯绍峰会走到一起，还结婚生子。在公司的6年时间里，赵丽颖自己都不记得拍过多少个角色，但她的工作是重复的，不是在跑龙套，就是在跑龙套的路上。漫长的背景板岁月没有让赵丽颖消沉，反而让她认可自己。她知道，只要努力的奋斗，就一定能够迎来好运。2010年，赵丽颖的经纪人告诉她一个好消息，还珠格格翻拍在选演员。赵丽颖兴致勃勃地去试镜，却因记不住台词，屡次落选。放弃，坚持。赵丽颖的内心有2个小人一直决斗着，最后赵丽颖还是去重复试镜，才得到晴儿一角色。2011年，新还珠格格播出，几乎全员被观众的口水淹没，但唯独一个演员没有被黑，反而塑造出最可爱的晴儿。这个人就是赵丽颖，聪慧过人，清纯可爱，懂事乖巧，网友找了一大堆词汇夸她。赵丽颖曾说，于正是我的贵人。确实如此，赵丽颖能够大火，离不开于正的支持。2012年，陆贞传奇选角色，刚开始于正定下杨幂、景甜、白冰等女星，但最后于正还是把目光放在赵丽颖身上。陆贞是赵丽颖红起来的第一个角色，也奠定她在古偶剧里的地位。赵丽颖就是陆贞，她的勇敢坚毅的眼神，别人复制不来。此后，赵丽颖拿到越来越多的女主剧。02深陷古偶角色，口碑跌落谷底。毛琳琳曾说的：“你演了个什么角色出彩，那后来接到的角色都是一样类型的。”赵丽颖也不例外。2015年，赵丽颖和霍建华主演《花千骨》，演技虽青涩，但赵丽颖却把小骨到花千骨的变化饰演得淋漓尽致。然而，一夜爆红的她却陷入古偶剧的深渊里。青云志知否的播出，赵丽颖的口碑还是极好的。特别是2018年知否开播，当时的她和冯绍峰戏里戏外恩爱不断，赚足热点。但好景不长，在和冯绍峰结婚生子后，两人的感情迅速走到冰点。在2020年，生子后的赵丽颖阶下有绯，男主王一博借着《陈情令》混成顶流，和赵丽颖搭戏可谓是双顶流合作，在上映前就炒足热点。可惜赵丽颖的容颜衰老成了最大的败笔。一上映，粉丝都忍不住吐槽，颖宝胶原蛋白流失好严重，不像情侣像母子。在剧中设定的女主年龄是14岁左右，但出演这部剧时，赵丽颖才刚生完孩子不久，身体就比较疲惫。何况她已经33岁，难以饰演出少女的天真。演技的尴尬，感情的流露不到位，导致赵丽颖口碑一夜清零。不少人嘲讽她演古偶上瘾了。播出后，赵丽颖首次遇到收视率滑铁卢。也是从这时起，赵丽颖反思自己是否应该做出改变。对于中年演员而言，最难的是跳出舒适圈。就像曾经大红大紫的林心如，至今都不愿意演妈妈的角色。赵丽颖勇敢地跳出古偶圈，接下《理想照耀中国》《谁是凶手》等作品。然而，突然间改变戏路的她，并未受到大家的认可。直到2022年6月，《幸福到万家》播出，赵丽颖凭借着扎实演技加接地气的角色，冲上热搜榜，再次翻红。03从内打破，才能重登巅峰。拿着一流的资源，混成一线女星并不难，但难的是拿着9流的资源，混出顶流的人生。赵丽颖曾花10年时间才混出头，拿到金鹰奖、文荣奖。
然而，古装角色却让她走了下坡路。楚乔传播出的时候，大家对她的颜值很认可，但在有匪开播后，不少人已经有审美疲劳，对于赵丽颖的古装角色并不感兴趣。当大家对一个明星的关注度降低，意味着这个明星会过气。如果不快速的走出困境，等待着赵丽颖的将是从顶流变成2、3线女星。2021年，赵丽颖的经纪人给了她幸福到万家的剧本。当时，经纪人告诉她这样一句话：这个剧本很考验演技，你有没有信心？赵丽颖看完剧本后，犹豫了几天，女主设定很好，敢想敢干。但仔细一看，女主的生活确实很糟糕。就像是后来赵丽颖吐槽的，这部戏让她气到不行。看剧本的时候很生气，拍的时候也生气，拍完后更生气。双引号，何幸福这个角色真的是一点都不幸福。人聪慧，有上进心，却嫁到一个中规中矩的农村家庭里。公婆对她还不错，但糟心事儿却一件跟着一件来。她之所以接下这部戏，是想要从内打破自己的古偶形象，从仙气飘飘的古偶女神落入凡尘，成了农村霸道媳妇儿。这样的转变足够她再次翻红，但前提是赵丽颖的演技得跟得上。好在对角色理解透彻的赵丽颖，浑身都透着和幸福3个字。刚开播第1集就让人看得解气。村支书的儿子欺负他妹妹，赵丽颖就一脚踢开大门，拿起凳子把村支书儿子打到医院里。这一段荤俗的陋习原本就让人看得牙痒痒，但赵丽颖的霸气行为却如同夏季的一桶冰啤酒，让人倍感舒适。她粗鲁吗？是真的粗鲁，一句话不服就干，对的村支书气得跳脚。但何幸福又是一位细心的姐姐，她在城里看到妹妹住公司里时，是一脸的心疼，然后拉着妹妹去住宾馆，还给她找好住处。这个钱却是公公给她买电脑的钱。何幸福知道自己已经嫁人，不能再像从前一样照顾妹妹。在她心里，幸运是她最亲的人，哪怕是所有人都不管妹妹，她也要去管。赵丽颖饰演的女主没有任何颜值出彩的地方，顶着一张素颜，隐约可见的苍老状态，但赵丽颖就是把角色立得稳稳的。对于观众来说，纯素颜的赵丽颖真的是把何幸福演绝了。很多人说这部剧改编自秋菊系列，但赵丽颖却是演出新时代的感觉，有些违和感。可大家却忽视掉，如今时代在改变，如果一直手揣着过往的剧本，又怎么演得出真实的效果？现在的农村和以往已经不一样了，但从骨子里来说却没变化，这才演出了万家村的特别之处。村民都在追求更富有的生活，可骨子里还是没能改变掉自卑、胆怯。何幸福的公婆在万家村生活几十年，面对着村支书的发怒，只能卑躬屈膝的道歉。但何幸福不同，她骨子里有着原则。很多人会觉得何幸福有些时候太过固执，但换个角度想想，我们遭遇一样的事情，难道会做缩头乌龟吗？如果她圆滑了，世俗了，这部剧反而没看头。不可否认，任何作品都有夸大的一面，但只要角色立得住，都是一部好的作品。总而言之，赵丽颖用自己行云流水的演技立住了人设，也用何幸福这个角色突破过往，重登高峰。从2010年开始，10年里，赵丽颖沦陷于古偶角色中。中途她出演过多部不同类型的剧，但没有一部受到观众的认可。然而，口碑下滑的她也并未放弃突破自己。2022年，她用一部《幸福到万家》证明出回归朴素才是演戏的真谛。用力的表演，夸张的剧情，浮夸的妆容，只会让人嘲讽不断。但朴素的剧情和演技却会让人记忆犹新。赵丽颖
一个含着木勺子成长起来的女星。即便苦了10余年，但她还是把自己的人生混到一流。人生过程什么样，能做决定的只有自己。